魂传60饥荒年代，我们全家勒紧肚皮3天饿9顿，而我偏心的爷爷奶奶竟然拿着我家工分换来的粮食，带着三叔一家顿顿吃肉，而我穿越的时机简直也是天崩开局。女孩的一声惊叫，把狂暴中的男人惊醒。刚才还状若风虎的男人，此刻也慢慢的冷静了下来。这是哪儿？刚才为了庆祝樱岛解放10周年，我不是去驿馆效仿先祖射日了吗？那个樱桃小姑娘呢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赵杰原本是一名普通的龙国大学生，毕业之后进入部队转了士官，刚熬过3个月的严酷军训，突然就穿越了。小五哥，小五哥，你弄疼我了。这个被穿的倒霉蛋也叫赵姐，因为在家排行第5，所以又叫赵小五。平日里就是个无法无天的主，是10里8乡出了名的混子。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好事，就是救了眼前这个女孩张文秀。可是今天，本地人赵小五和狐朋狗友们喝了点酒，稀里糊涂的就闯进了秀秀的房间。弄不清楚发生什么之后，赵杰突然变得惊恐起来。原主的记忆里很清晰的告诉他，这姑娘的老爹是村里出了名的猎户，那可是有枪的。此刻他也顾不上虚弱的秀秀了，随便整理了下衣服，撒腿就跑。小五，你这小王八羔子死哪去了？一天到晚就知道东颠西跑，也不知道下地去挣点工分贴补家用。赵杰没有理会老娘的唠叨，径直回了自己房间。之前那个本地人平日里也就这德行，所以孙月琴也没有在意。1967年4月25日，我这是回到了1976年啊！在他印象中，这个年代只有在爷爷奶奶的故事才听得到。荒年求生，天崩开局啊！能不能下一把啊？小五，赶紧出来吃饭了。捋了捋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思绪，赵杰最终还是走了出去。小五，你又跟哪钻的脏了吧唧的，和人打架了吧？赶紧去洗洗，别影响我吃饭。四姐赵桃比他大2岁，今年刚满19，受他二流子名声的影响，一直到现在也没人上门提亲，所以一看到这个弟弟就来气。不是，咱家就吃这个啊？这个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吗？赵杰愣住了，碗里的米汤连米粒都几乎看不到。听到这话，孙月琴和赵桃都看向了赵不住。粮食都被爹拿到奶奶家去了，连这个月挣的工分钱都一起送过去了。啥？你都给了他们？咱们家吃啥啊？哼，你奶奶和爷爷年纪大了，下不了地，挣不了工分，他们也要吃饭啊。你说我不给他们，谁给他们呢？赵不住也有些羞愧，他觉得都怪自己没本事，不然自家孩子也不至于挨饿，老爹老娘也不会为了吃的发愁。爸，你这话我不反对，可我爷我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，还有我大伯和三叔呢，咋别人都不用给，就偏偏找我们家要呢？赵桃的话明显戳中了老爹的心坎。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赔钱货！赵桃眼圈一红，深呼吸了几口，不敢再多说什么。以前的事我不管，以后我要是吃不饱饭，我就去奶奶家闹去。这年头谁家也不富裕，就可着我们家欺负我是吧？赵杰说完也不吃饭了，头也不回的溜回了自己房间。家徒4壁的屋里，除了一只老旧的弹弓以外，就只剩一本日历了。文家台公社兰花沟日历表。兰花沟，这里竟然是兰花沟。上一世赵杰新兵拉练的时候，没少在这兰花沟折腾，只不过跟现在比起来变化大了些，一时间竟没认出来。这该死的穿越，我想吃肉啊！赵杰拿着弹弓朝山里走去，一路上各种各样的鸟类层出不穷，不过都有点小，他还看不上。终于在刚出村的地方发现了树上的2只斑鸠，体型和鸽子差不多大，凑合下吧，就你了。赵杰随手捡了个石子放在弹弓里，将准心对准树上的斑鸠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帮斑鸠应声而下。我去，百发百中啊！这难道就是穿越带来的金手指吗？检测到宿主捕获到1只猎物，现在激活超级无敌狩猎系统，恭喜宿主猎杀1只斑鸠，赠送5点狩猎值，狩猎值可契约动物作为宠物，宿主可通过契约宠物获得相对应的一种能力提升，具体提升数值根据契约宠物决定。狩猎系统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！正好我也不想去地里刨食吃，那就好好试试这个系统怎么样吧。想到这里，赵杰不由得干劲十足，也不觉着饿了，捡起斑鸠就朝林子里走去。这一路上收获可算不小，仅仅10分钟的时间，他就已经又打了2只斑鸠和1只花喜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年代的资源真是太丰富了。恭喜宿主捕获1只黑白花喜鹊，奖励宿主6点狩猎值，当前狩猎值21点，契约黑白花喜鹊需要狩猎值30点，请问是否契约？还差了9点，想要契约个宠物就这么难吗？花喜鹊刚才只是翅膀受了点伤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赵杰便决定先回家再说。结果就在半路上，他又遇到1只野鸡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家伙发现有人来了，居然不跑，直愣愣的瞪着2只眼睛。赵杰也没想太多，掏出弹弓就是一捅，小石子准确的落在了野鸡的脑袋上啊！只听一声短暂的咯咯声，野鸡扑棱了2下就不动了。赵杰立马兴奋的跑了过去，一把就将野鸡提溜起来。这才发现他不肯跑的原因，原来在他身下有着7枚野鸡蛋，而其中有2枚已经破壳了，露出了里面可爱的小野鸡。罪过啊！早知道你在孵蛋，我就放生了，现在只能放生姜了。恭喜宿主捕杀1只母野鸡，奖励狩猎值10点。恭喜宿主获得1窝野鸡蛋，奖励狩猎值7点，当前狩猎值38点，请问是否契约宠物？赵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契约。
恭喜宿主成功契约黑白花喜鹊一只，扣除狩猎值30点，当前狩猎值8点。一瞬间，赵杰就感应到了自己和花喜鹊之间的联系，而花喜鹊也不再扑腾，隐隐约约表现出一种欣喜的情感波动。要不我放开试试？赵杰放手的瞬间，花喜鹊就飞了起来。刚才被折断的翅膀已经被不知名的力量修复，这让赵杰被震惊的无以复加，居然还有这功能。适应了一段时间后，花喜鹊就乖乖的落在了阿杰肩膀上，像是等待主人吩咐的小奴仆一样。以后就叫你燕子吧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鬼声音？喜鹊是这么叫的吗？折腾了这么久，赵杰是真的饿了，赶紧收拾好地上的战利品，开着他的豪华11路回了村。哟，小五这是去打鸟了，还有一只大野鸡。看到赵小五手上的野鸡，懵逼的栓子顿时懵逼了。这年头谁见到肉不馋呐？栓子哥，你这是下功了？这小混蛋转性了，以往跟他说话都是爱答不理的，今天怎么这么热情了？赵家厨房里，孙月清正在煮饭，这一小不兜高粱米还是他找隔壁张秀芬借的，总不能真让孩子去爷奶家闹吧？正在他发愁的时候，眼角余光瞥见赵小五回来了。你个小王八羔子，又爷哪儿去了？我和你四姐下工回来就没看到你人，你说你都这么大了，也不知道去地里上工挣点工分，咱家都没米下锅了，以后可怎么？突然，孙月清愣住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杰手里的大野鸡。诺，你看这是啥？这是你打的？下一秒，他手上拎着的野鸡和3只斑鸠就挪了窝。就孙月琴这手速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练过的。哎呀，我的好大儿呀，累不累呀？真是辛苦你了，赶紧坐下歇口气吧，妈这就给你做饭。桃子，你快过来呀！赵桃一身是土的走了进来，脸上明显有些不情愿。妈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我刚回来，还累着呢。不过很快他的话就说不下去了，眼睛和之前的孙月琴一模一样，死死盯着那只大肥鸡。这是哪里搞来的野鸡呀？还能是咋来的？是你弟弟去山上打的呗？不是，这小混蛋转性了，以前别说去山上了，地里他都是不肯去的。来不及思考了，哪怕现在孙月琴就是告诉他这是偷的，他也得先填了五脏庙再说。赵桃急急忙忙的接过野鸡和斑鸠，就要出去拔毛。你个死丫头，这什么急呀？就算要拔毛也得烧热水呀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赵桃毛毛躁躁的走了，孙月琴又一脸凝重的看向了小儿子，没想到这小子嘴角一歪，把2只刚出生的小野鸡拿了出来。妈，你看看这是啥？这是野鸡崽子，看样子还是刚孵出来的，你从哪儿搞到的？赵杰也不说话，把小鸡崽子塞到老娘手里，又从裤兜里一倒饬，掏出5个野鸡蛋。你这是找到一个野鸡窝了是吧？没错，估计这几个蛋也快孵出来了。不过这孵蛋我可不在行，就交给老妈处理了。这年头，鸡鸭鹅可都是好东西，可家里人吃饭都成问题，谁还养这些啊？但是野鸡不一样啊，那体质比家养鸡强太多了，又不挑食，哪怕吃点青草也能长大。妈，那咱们晚上就吃那个炖野鸡好不好？赵杰实在是饿了，这原主的身体也不结实，得补补。好，我去找些土豆子回来，今晚咱就吃鸡肉炖土豆，蒸高粱米饭。赵杰上一辈子是没吃过高粱米饭的，这恐怕也是他最后一次吃，毕竟那玩意儿硌牙不好吃。满满一盆的野鸡炖土豆子，3两下就被他们给糟完了。尤其是赵桃，那小嘴巴拉巴拉的，比大小伙子还能吃。至于那3只斑鸠，早已经被赵桃收拾好了，吊在灶台上熏呢。主要是斑鸠肉少，只能熏制了炒野菜吃，就个肉味儿。吃完饭后，赵杰拍拍屁股就走了。至于洗完的事，自然是交给女人们了。大老爷们想的应该是怎么挣钱，家里的情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他上一世好赖是个大学生，总不能被3天饿9顿吧？就在他苦苦思索之际，肩膀上的燕子突然就兴奋了，朝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原来是墙壁上爬了一只蜜蜂。嗨，我以为是啥呢？燕子，你是饿了吧？想吃虫子吗？突然，赵杰就愣住了。蜜蜂，这不是现成的发财机会吗？燕子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男人为了赚钱，竟然打起了杀人犯的主意，没想到还真让他赚到了第1桶金。第2天一早，赵杰便站在了自家院子里，赵不住和孙月琴都惊呆了。这个小王八蛋怎么突然起这么早？以往他可是不睡到日上3竿不起床的。小五，你咋了？生病了吗？你干啥？姐，我没事。没生病，你怎么突然起来这么早？以往你可是要睡到中午的。赵桃这话让赵杰有些难堪，不过他也知道原主的德行，只能呵呵一笑。反正今天没啥事，我打算去山上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搞点猎物回来。你可千万别去深山里转悠啊，就在外边的山脚下找找就行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就在村外边转悠转悠。赵杰拎着早就准备好的工具，带着喜鹊燕子出了门，没一会儿就到了山脚下，随手打了只麻雀下来。检测到宿主捕杀麻雀1只，奖励宿主2点猎杀值，当前猎杀值10点。赵杰之所以要打麻雀，其实并不是为了吃。根据前世刷小视频的记忆，他把麻雀处理成肉块，顺手喂了燕子1块。之前就听说喜鹊爱吃肉，没想到还真是这样。从地上捡了一段树枝，用尖的那头穿上肉块，钝的那头杵进了地里，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了。
没一会的功夫，就有不少的昆虫像闻到了味道似的赶了过来。最先到的是蚂蚁，爬到肉块上就开始撕扯。阿杰没有理会，毕竟这些蚂蚁弄不了多少肉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等到了正主，一只拇指大小的虎头蜂出现了，嗡嗡的像一台微型直升机一般，围着肉块绕了几圈之后，稳稳的落在了最顶端。原本还在拉扯的蚂蚁见状也不抢了，直接从杆子上滑溜下去。虎头蜂这才津津有味的啃了起来。就是现在，赵杰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斑鸠毛和细线，悄悄地绑在小师傅的细腰上。虎头蜂明显感应到了他的动作，但又舍不得嘴上的肉块，仅仅是瞅了瞅，就又开始了大快朵颐。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，虎头蜂终于吃饱了，扑扇着翅膀朝林子里飞了出去。快，燕子跟上它！花喜是一个飞扑就冲了出去，像一个无人机似的跟着虎头蜂。阿杰也赶紧跟了上去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发现了虎头蜂的老巢。干得漂亮，小家伙！接下来就看我的了。由于条件简陋，阿杰没有材料制作那种专用网瓶，捣鼓了一宿也就做了几个简易网兜出来。不过暂时也够用了。刚把网兜扣在洞口上，一下子就从里面冲出3只大虎头蜂来。还好我运气好，要是刚过来的时候就被他们发现，那不就完犊子了。要知道这虎头蜂可是被当地人称为杀人蜂的，被他折上一下可不得了。将网兜固定好之后，他又快速的捡来一些干柴，将柴堆后，又赶紧去附近搜罗了一些绿叶，铺盖在火堆上面。刚才还烧得很旺的火堆，一下就不见了明，底下不断冒出浓烟来。随着浓烟灌入洞里，不断的有虎头蜂从洞口冲了出来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抓了200-300只。直到没有动静后，他才小心翼翼的收拢网孔，任凭虎头蜂在里面嗡嗡的飞，时不时还撞一下网兜。赵杰并没有急着把蜂巢挖出来，这里头肯定还有幸存的虎头蜂，只要不赶尽杀绝，以后还能再来收割一波。就在他准备撤退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地上那个做过标记的虎头蜂，明显是被烟熏晕过去了，见他已经没了反抗能力，阿杰干脆捏在手里，仔细的端详起来。检测到宿主捕获1窝虎头蜂，奖励宿主10点狩猎值，当前狩猎值20点，契约虎头蜂需要狩猎值5点，是否契约？哦，昆虫科的也能契约吗？那还等什么？契约！恭喜宿主成功契约虎头蜂成为宠物，当前狩猎值还剩15点。系统声刚落，原本晕坠的小家伙瞬间苏醒，不过并没有挣扎，而是用小眼睛仔细地看着主人的大脑袋。小家伙，以后就叫你胡蜂吧。契约完成之后，阿杰就弄了块树叶将它包裹起来，让它自行恢复伤势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又顺手打了5只斑鸠。等到了家的时候，也接近中午了。此时四姐赵桃正在生火做饭，突然看到赵杰拎着东西回来，一下子就兴奋了。小五，你又打到鸟回来了啊！说着，他就要上手去接东西，赵杰赶紧把斑鸠塞了过去，网兜却依然握在手里。这个你可不能碰，里面都是虎头蜂，小心蛰到你。赵桃一听是杀人蜂，也被吓了一跳，不过感受到手里斑鸠的重量，又高兴地跑进了厨房。阿杰回到屋子里，随手把网兜一放，掏出叶子里的胡蜂查看他的情况。此时他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和胡蜂的联系了，随即给他下达命令，让他做了不同动作，这才兴奋地打开系统面板。突然发现虎头蜂的旁边出现了一个视野按钮，好奇地点了一下，视野里突然就出现了自己帅气的样子。这是虎头蜂的视角，这也太酷了！那以后要是想看小姐姐洗澡，岂不是？小五出来吃饭了。听到要吃饭了，赵杰立马就收了心思。饭桌上，大伙还是吃的高粱稀饭，不过比平时多了个炒斑鸠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妈和四姐都得下地挣工分的，这点东西怎么吃得饱？匆匆忙忙吃完饭后，其他3人都下地干活去了。赵杰又带着2个小宠物出了门，刚出村子就命令虎口去躲其他蜂群的巢穴。虎头蜂速度很快，一下子就窜进了山脚下的林子。阿杰跟了一会，感觉自己快跟不上了，赶忙让胡蜂飞慢一点，就这样走走停停的。没一会儿就发现虎头蜂停在了不远的树枝上，怎么突然停下了？阿杰还在纳闷了，结果抬头一看，瞬间发现了树干上挂着的大家伙。我去，马蜂窝！一看到这玩意儿，他就想到了前世某平台上的勇士徒手干马蜂被折满头包的样子。阿杰并不打算这么头铁，而是选择了最原始、最保险的方式，用火攻烟熏，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受到伤害，又能获得完整的马蜂窝。很快，火堆就被他点了起来。随着火苗逐渐变大，火势隐隐有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感觉。树上的马蜂也是被火得摇摇欲坠。这里可是山林啊，要是火烧起来可不得了。阿杰赶忙找来泥土和绿叶，盖在了火堆上面，火焰瞬间被扑灭。马蜂们见状，立马清醒，朝着罪魁祸首冲了过来。可还没等他们靠近，就被突然冒出的浓烟给熏得晕头转向，甚至有几只直接掉在了地上。赵杰也很紧张，被马蜂蛰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不过为了挣钱，该冒的风险还是要冒的。等树上的马蜂跑得差不多了，赵杰3两下就爬上了树，看着磨盘大小的马蜂窝，心里可高兴坏了。摘下马蜂窝后，才发现胡蜂一直在身边护着他们。这时候已经和2只马蜂干起来了。有了系统的加强，胡蜂比普通的虎头蜂还要强壮许多，3两下的功夫就解决了2只马蜂。就这样，赵杰在山脚下的林子里转悠了一下午，又搞了4窝虎头蜂和8个大马蜂窝。这些虎头蜂加起来将近3000只。小五，你这是从哪搞的这么多马蜂窝呀？还能在哪搞呢？当然是林子里弄的啊！妈，赶紧帮忙把蜂蛹挑出来，今晚咱就吃这个。小五，这蜂蛹要炸着吃才好吃呢，可是咱家没油了，要不等以后吧，以后妈一定弄给你吃。孙月琴的样子很是为难，她当然也想给孩子们弄好吃的了，可是家里的条件确实不允许啊。赵杰也清楚家里的情况，今天晚上的饭怕是也没得吃了。把蜂巢割下之后，拎着虎头蜂就要回屋。
哎呀，我的天，小五，这东西你咋弄家来了？快扔出去，万一这些东西跑出来，咱们几个命都没了。听到母亲的话，赵杰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合着我辛辛苦苦的弄了一天，就是让你们给我扔出去的？妈，这些东西我有用，你就别管了，我会好好照看的，不会让他们跑出来，你就放心吧。说完，他就拎着那几网兜虎头蜂回了房间。想想又觉着有些担心，立马又找了个大水缸进来，将虎头蜂都放了进去，又盖上盖子，这才放心下来。第二天一早天刚亮，阿杰就出了门，他打算去找隔壁村的八脸打听打听，现在虎头蜂什么价钱。对此，父母和四姐也见怪不怪了，没有怎么过问。哟，这不是赵小五吗？怎么今天有空来找我了？有啥事啊？八脸本就是在道上混的，在村里做起了收野味的活计，之前和原主认识也不奇怪。八脸哥，我抓住一窝虎头蜂，你看你收吗？八脸一听有生意上门，立马换了一副表情。兄弟，你那儿有多少虎头蜂？我也就是碰上了一窝，这玩意儿太难抓了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折到，说不定小命就给丢了。八脸一听这话，立马就高看了他一眼。这小子也不像传闻的那么傻呀，都知道给老子抬价。不过他想到前2天县里有人托他找这东西，也就放下心来。兄弟啊，哥哥我也不给你说假的，这虎头蜂在城里可是个好东西啊。不过它也分品种，像黄腰虎头蜂、黄角虎头蜂、黑腹虎头蜂这3种，我最多给你1分钱一只。国产大虎头蜂和黑尾虎头蜂，我能给你1分5一只。赵杰直接被八脸的话给惊住了，他是不知道现在的物价比例，但他知道换算公分啊，一个壮劳力1天在地里也就挣10个公分，而10个公分到年底的时候，可能还换不到1毛钱。那现在岂不是我10只虎头蜂就能相当于罩不住干1天苦力活了？这还有什么不答应的？行，那就听八脸哥的，我一会儿就给你送来。行，小五兄弟，那我等着你。赵杰想都不敢想，自己那将近3000只的虎头蜂，竟然能挣30块钱，这就相当于城里工人家庭一个工人2个多月的工资了。而相对于自己家里来说，相当于1年的收入了。小伙重生60年代契约杀人蜂，没想到从此成为养蜂人，带着全家顿顿吃肉。赵杰从八脸那里知道了价格，立马回家拿了1朵虎头蜂，也就是最开始抓的那窝。他并不打算一次性把虎头蜂出掉，除非是个傻子才这么干。虎头蜂之所以贵，就是因为它不好招惹，数量少才贵。随手又拿了2个大马蜂窝，用麻袋套上才出了门。小五兄弟，你这可都是顶级货色啊！男人嘛，都喜欢这东西，尤其是八脸最近认识的那个厂长家的儿子，一直让他帮忙找虎头蜂。兄弟啊，你这可是帮了哥哥大忙了，就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1分5一只，你看怎么样？就听八脸哥的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赵杰这话让八脸很受用，二话不说就隔着袋子数了起来，一共285只，1分5一个，正好是4块2毛7分5。哥哥，我直接给你4块3，多出来的那2分5就相当于买你这网兜了。赵杰虽然有些心疼网兜，但是第一次和八脸做生意，也不能表现得太小气。行，那这个网兜就留给八脸哥了。对了，兄弟，我看你这袋子里大马蜂窝也是卖的嘛？当然了，拿过来就是让你看看怎么样，您给出个价，要是合适我就卖了。八脸虽然之前是个混混，但自从开始做买卖之后，还是比较诚信的。普通的马蜂窝，那种散碎的也就2毛1斤，像你这种牌大的、品相好的，也就1块钱1斤。其实八脸还是有些昧良心了，大的品相好的马蜂窝，在当时能达到1块1斤，不过他也想多挣点，自然不会说实话。那行吧，哥，你看看这点一共多少斤？八脸手脚麻利，将2个大马蜂窝称了称，爽快的报了个数，2斤不到，算你2斤吧。小五兄弟，最近可是有长进啊，这一下可就挣了别人1个月的钱呢。结果八脸递过来的票子，阿杰心里美美的，总算是挣到穿越以来的第1桶金了。这6块3毛钱对这个家来说可是一笔巨款了。为了今天中午吃上饭，他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隔壁婶子换粮食。秀芬婶子，前天我妈不是跟你这借了1袋高粱吗？我是替她来还钱的。嗨，都乡里乡亲的，还啥钱啊？谁家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，大家互帮互助吗？他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手都已经伸出来了。婶子，那些高粱多少钱？你就给2毛得了，那点高粱也就2斤。赵杰不懂这个年代的物价，随手就抽了2张递给张秀芬。小五啊，以后再缺粮食了，就来婶子这拿哈。婶子这还有大米、小米、玉米面和白面呢。不过这你可别给别人说啊。张秀芬家的男人是生产队的管事，家里有粮，几乎村里人都知道。只不过当时投机倒把抓的严，这些都不能摆在明面上说。那婶子，你家的玉米面和白面都怎么卖啊？我可没有粮票。你这孩子，看你说的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我还能找你要粮票不成？不过这价格吗？肯定要比没粮票的稍微贵那么一丢丢。通过刚才的对话，赵杰已经了解这婶子的性格了。不过现在他饿得厉害，也就懒得计较了。婶子，你就说多少钱吧。几分钟后，赵杰拎着几袋粮食回了家。小五，你去哪儿了？咱们今天中午吃地瓜，大伯今天给了咱家好几斤地瓜呢。赵杰一听说大伯给了地瓜，一时间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嫌弃。结合原主的记忆，大伯家的日子还是过得可以的。奈何大伯娘比较抠门，估计这几斤地瓜也是大伯偷偷送过来的。至于那个三叔，赵杰想想就来气。爷爷奶奶经常拿着2家的东西去贴补三叔家，而老爹罩不住又是个孝子，连反抗都不反抗一下的。小五，你手里拿的是粮食吗？诺，这是我买的粮食，赶紧去做饭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孙月琴听说儿子买了粮食，赶紧一把夺了过来。这是大米、小米，还有面粉和棒子伞。你小子给我老实交代，哪里来的钱？是不是出去偷鸡摸狗了？
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听我给你解释啊。赵杰见马上要挨打了，赶紧把剩余的钱从裤兜里拿出来，还把卖虎头蜂和买粮的事交代了一遍。这虎头蜂这么值钱吗？以前还不知道呢，遇到这玩意儿都是躲着走的。可是平时这种虎头蜂也很难遇到的，你小子是怎么抓住的？对呀，这种虎头蜂并不常见，你小子是怎么抓到这么多的？嘿嘿，我从后世短视频上学来的方法，还能让你们知道吗？都是运气。前2天我救了一只虎头蜂，然后就自己偷偷养了起来，没想到竟然将它养熟了，它能带我去找蜂窝呢。为了让家人相信，阿杰还特意把胡蜂叫了过来。这一幕彻底颠覆了3人的世界观。没想到虎头蜂这种东西也能养熟啊！见忽悠的差不多了，阿杰又趁机溜回了房间。这虎头蜂们一直在网兜里养着也不是个事，搞不好就全部死掉了。想了想，阿杰又把目光落在胡蜂身上，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听我的话呢？胡蜂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似的，朝着水缸飞了过去，在上面晃了2圈。你是说你去和他们打一架，赢得蜂王的位置？蜂王可都是雌性的，你是雄性还是雌性啊？还挺傲娇的。小五，赶紧出来吃饭了。赵杰赶紧开门出去，他早就饿坏了，丝毫没有察觉2个受宠之间的小九九。等他干完饭回来的时候，房里的一幕让他彻底亚麻呆住。蜂群像一片黑云一样盘旋在水缸之上，那原本盖着水缸的盖子早已被掀翻在地。妈耶，这下完蛋了！刚准备逃跑，就听见燕子一阵嘎嘎的怪叫，感应中传来些许兴奋。赵杰强压心中的恐惧，仔细看向蜂群，为首的不正是自己契约的那只胡蜂吗？这么快就搞定了？那他们现在听不听你的话？能不能让他们先回缸里，等我下午给你们找新家？胡蜂疲惫地晃了晃小脑袋，朝着蜂群下达了命令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所有虎头蜂都回到了缸里。赵杰又赶紧盖上了盖子，这才抱着水缸上了山，走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终于找到了印象中的山洞。以往这里都是他们家用来放土豆地瓜的，可现在已经很久没放过东西了。就是这里了，以后你们就住在这吧。阿杰解开盖子，虎头蜂在胡蜂的指挥下有序的飞了出来。显然蜂群们对这个住所很满意，这些虎头蜂全卖掉也差不多就37、8块钱，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呀。赵杰边思索着，边朝山下走去。突然，路边草丛里蹦出一只兔子来，那肥硕的样子，怕是光吃肉都够全家饱餐一顿了。阿杰没有犹豫，掏出弹弓就打，石子啪的一声打在傻兔子脸上，结果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兔子像没事人一样蹦跶着跑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弹弓也不行啊，还得想办法弄个弓箭什么的才行。回到家他就开始鼓捣了，找了一堆木头过来，又是画图又是分割的，可怎么弄也弄不成形。我堂堂一当代大学生，竟然连个弓箭都做不出来，看来电视里都是骗人的。小五啊，你是想做把弓箭是吧？要不你去文秀家看看呢？他爸老张头是村里的猎人，他那有一副好弓箭，你可以借借看。赵杰一听到文秀的名字，眼神瞬间支棱了起来，穿越时的场景浮现在脑海，立马就吓得他一阵哆嗦。要是让文秀他爹和他哥知道我干了啥，还不得活剐了我啊！不能去，坚决不能去。不过这么久了，怎么没有人来找我呢？难道文秀没把这事说出去？眼见弟弟抓杀人蜂赚了钱，四姐也争着吵着要跟着去，没想到第一次进山就中了大运。老四，你怎么回事？还不拿东西跟我去地里干活？我今天不想去地里了，我想和小五一起去抓虎头蜂。赵桃昨晚就和弟弟商量好了，上工哪有抓虎头蜂赚钱啊？即便是要面对父亲的怒火，他也毫不退缩。什么？你不想上工了？你个死丫头片子，是不是皮痒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翅膀硬了？你个赔钱货！眼看罩不住的打手就要砸在姐姐脸上，赵杰一把就握住了挥出的手腕。你给老子闪开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收拾。这下赵杰是真的火了，他紧紧抓着罩不住的手腕。你凭什么打我姐？这么多年了，家里的吃喝全靠我妈操持着，你的工分都给了那2个老不死了，我们没找你要粮食钱，你就知足吧。罩不住听了这话彻底被气懵了，抬起手里的锄头就要打。罩不住，有本事你就冲我来，冲孩子们发什么火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受够你了，我要和你离婚。孙月琴的话彻底将罩不住震慑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媳妇竟然会说出这句话，抬起的手缓缓放了下来。孙月琴拉着儿子女儿转头进了屋，也不去上工了。之前拼命下地干活，不就是为了换粮养活儿女们吗？现在儿子出息了，一天就能赚他1年的钱，还下什么地啊？罩不住望着媳妇和儿女的背影叹了口气，背上锄头上工去了。家里要是都不去上工，大队长那里可交不了差。小五，咱们拿大麻袋干什么呀？难道用大麻袋抓虎头蜂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跟我走吧。在山脚下的时候，赵杰就给契约胡蜂下达了命令，又让燕子跟在他身后保驾护航。2人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蜂窝的位置，可下一秒赵杰就惊呆了，这是野蜜蜂。好大的蜂窝啊！那上面金黄金黄的，是蜂蜜呀！小五第一次进山的赵桃有些忍不住，开始疯狂的拉拽起赵杰的胳膊。也不怪他这么激动，这么纯天然的野生蜂蜜，哪怕到了前世也是奢侈品级别的存在。想到这里，赵杰眼神一亮，瞬间想到了另一个挣钱的路子。小五，咱们怎么搞到上面的蜂蜜呀？这一问倒是把赵杰难住了。要是四姐不在的话，他倒是可以指挥胡蜂冲上去，直接把蜂后抓出来契约了。可这也是他重生而来最大的秘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四姐，
这些野蜂蜜不太好弄，我们先记下这里的位置，以后做好准备再来搞蜂蜜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赵桃也没犹豫，毕竟进山前孙月琴就交代过，一切都得听小五的。一上午的时间，两人搞到了1000只国产大虎头蜂，还有500只黄角虎头蜂，以及6个大马蜂窝，差不多7、8斤的样子。当然，赵桃只是跟在后面拎东西，抓蜂这种危险活还是赵杰动的手。你俩可算回来了，快把我急死了！怎么这么晚？其实时间不算晚，也就差不多11点左右。可是毕竟四姐是个女生，又是第一次上山，母亲担心一些也是正常的。妈，你猜我们今天抓了多少只虎头蜂？300只。不对不对，您再猜。800只，这总到头了吧？哪还能让你们天天抓到1、2千只啊？那你猜错了，我们今天抓了1500只虎头蜂呢。不过听小五说，这里面有2种不同品种的虎头蜂，能卖1分5一只的只有1000多只，剩下的那500多只只能按1分1只卖了。多少？你说多少？1500只。等等，你俩别说话，让我算算，11的1， 12得2， 38妇女节，5一劳动节。妈，不用算了，咱这一上午挣了26块钱。对于老娘的算术，阿杰是真的有些头疼，不过这也丝毫影响不了孙月琴的兴奋。快把那些虎头蜂安顿好啊，千万别给憋死了。我去切点鸟肉来喂喂他们。妈，你也别管他们了，还是先投喂我们俩吧，都快饿死了。好，妈这就给你炖肉吃。吃完午饭睡了一觉，阿杰又悄悄出了门，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赵桃叫住了。小五，你去哪儿？怎么不带我？四姐，我想去躺县城，咱们今天就先不抓蜂了。一听不抓蜂了，赵桃微微有些失落。你去县城干嘛？我去买点材料，做点网兜。这下赵桃没有理由跟着了。阿杰从村委会借了辆28大杠，一溜烟就到了隔壁村八脸家。哟，小五兄弟又来了，今天带了多少虎头蜂啊？八脸哥，我今天有事去趟县城，出来得急，没带货，明天吧，明天我把虎头蜂给您送来。八脸一听没货，微微有些失落，不过很快又收拾好了心情。兄弟，我在县城认识一个大人物，他可是酒厂的厂长，你给我的那些虎头蜂，我就是卖给他了。现在他们厂里在研究一种新的药酒，这种药酒就需要用到你抓的虎头蜂，我估计啊，以后他们需求的量会更大。要是你能够多找些虎头蜂，以后你小子就赚大发了。赵杰听到八脸这么说，心里也是暗暗叫好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到时候一定多找一点虎头蜂。对了，你这手野蜂蜜吗？听到这3个字，八脸眼睛都亮了几分。野蜂蜜这可是好东西，在黑市上可价格不菲呢。收，我收啊，兄弟，哥哥这各种野味药材山货都收，以后你有了好东西，只管给哥哥送来，绝对不让你吃亏。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？野蜂蜜的市场价是5毛钱1斤，但是这东西一般都是有价无市，往往一出现就被人高价买走。这样吧，哥哥也不把你当外人，蜂蜜这东西属于紧俏货，哥哥给你翻倍收，按照1块钱1斤。听到这个价格，赵杰心里已经很满足了。那行，等我搞到了就给你送过来。告别了八脸，差不多又骑了4个小时，总算是到了县城。先去五金店花2块2买了张蜜网，又去小摊上买了2包子，然后骑上车就往回走。要是再晚点，怕是到家都天黑了。可没等他骑多远，就撞见了一幕让他难以抉择的画面。可怜的老头摔倒在地上，他到底是服还是不服？作为饱受小视频摧残的现代人，他是绝对不能上去扶的。可是对于穿越到的这个年代，又有他不得不服的品质。没有多想，赵杰还是把老头扶了起来，还把手里的包子亲手投喂给了他。小伙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老人家，你家在哪？我送你回去吧。家？我老头子哪还有家啊？老头努力着向前走了2步，可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又回过头来。小伙子，你是个好人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想来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学医奇才。我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有这本书送给你了。赵杰下意识地接过了老人手里的书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老人就不见了踪影。中草药图鉴，这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啊！以后上山不仅可以打猎，还能采药了。赵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而是悄悄绕过村里进了山，把自行车藏好之后，又让燕子带路，找到了上午那个野蜂巢的位置。现在差不多下午4、5点的样子，正是蜜蜂们忙活的时候。趁着他们没注意，阿杰让胡蜂悄悄飞了过去，不到1分钟的功夫，就感应到了心中的欣喜。这小家伙得手了，成功的把野蜜蜂的蜂后绑架了出来。等蜜蜂群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蜂后已经到了阿杰手上。随着系统绑定的声音响起，野蜜蜂蜂后成了他的第3只契约宠物，以后就叫你小蜜吧。你带领着你的族群，先飞到我这个网兜里来，一会我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。大概过了半个钟头，蜂巢里的野蜜蜂才全部进了网兜。现在蜜蜂是搞定了，可这蜂巢这么大，怎么弄回去呢？看了看天色也不早了，阿杰叹了声可惜，看来只能等明天叫家人一起来弄了。穿越荒野，男人靠契约杀人蜂搞了3桶野蜂蜜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值钱。一大早的，赵杰就带着姐姐和老娘进了山。至于赵不住，就让他继续地里报工分了。3人拎着筒子，叮铃哐当的进了山。刚到蜂巢下面，孙月琴就被眼前的东西给惊呆了。俺的娘哎，好大的蜜蜂巢啊！小五，这里的蜜蜂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兴许是出去采蜜了吧，也可能是遇到什么天敌，出去紧急避险了。随便忽悠了2句，赵杰就开始动手割蜂巢了。差不多1个小时后，每人提着2大桶蜂巢回了家。这回村里人
人都差不多上工了，也不用担心被人看到。又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三人总算是把蜂蜜给挤了出来。看着3桶半金黄的蜂蜜，一时间竟忘了身上的疲惫。妈，这么多蜂蜜，咱们怎么处理呀？我已经提前联系过八脸了，他说他那儿收的。会不会出问题呀？八脸这人以前就是个二流子，你卖给他会不会被人说成投机倒把？上次的虎头蜂我就是卖给他的，我感觉这个人变了不少，至少有信用了。再说呢，你儿子以前不也是个二流子吗？孙月琴被小儿子的给逗乐了，原本有些担心的情绪也缓解了不少。你们两个记住，不要把野蜂蜜的事往外乱说，免得惹人嫉妒眼红。知道了妈，赶紧弄点吃的吧，都快饿死了。这回不仅仅赵杰饿了，母女二人也同时感受到了饥饿。那今晚咱们就好好吃一顿。第二天一早，赵不住早早的上工去了。这2天也不知道他在哪混的饭吃，不过家里的蜂蜜他肯定是看到了。赵杰只是希望他不要太傻，要是将这事告诉了爷爷奶奶，肯定又要来捡现成的了。妈，你这是让我先去卖了这2半桶吗？当然了，我可不放心你小子挑着2大桶，一个搞不好，你给我撒出来一点，我的心疼老半天。阿杰没有和抠门的老娘争论，自顾自的去了后山，让胡蜂指挥着虎头蜂钻进了网沟。1500只虎头蜂加上13个马蜂窝，直接装了2麻袋。虽然看上去大，但实际也就14、15斤的样子。姐弟俩带着东西刚到八脸家，就见对方笑盈盈的跑了过来。哎呀，小五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这次货不少啊，可比上次多多了。八脸哥，这是我四姐，今天我拿的东西有点多，就让她帮忙送来了。以后要是我没时间过来，没准就让我姐过来给你送货。听赵杰这么一说，八脸也彻底放下心来，他就担心小五不懂规矩，乱带陌生人来这里，毕竟他这生意不能太明目张胆的。很快，八脸就将货物称重分拣好了。虎头蜂20块，马蜂窝15块，蜂蜜64斤就是64块。兄弟，这里是99块钱，你点点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信不过你吗？那就先走了哥。赵杰接过钱就告辞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赵桃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这么简单就搞到了99块钱。在这个年代，100块都能娶到个媳妇了。四姐，以后要不你就给我养蜂吧，我一天给你1块钱。赵杰这话一出，赵桃的眼睛就红了。小五，你不想带姐挣钱了吗？不，你误会了。四姐，你上山抓蜂还是太危险了，林子里可不光有蜜蜂，还有各种野兽呢。你就在家替我喂野蜜蜂，我就给你一天1块钱，这样不累还有挣钱多。你还记得之前咱们遇到的野蜜蜂群吗？其实他们是被我搬到后山的洞里养着了。赵杰之所以跟姐姐摊牌，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方便，另一个是想攒点钱。这2天已经给家里挣了100多块，足够家里花上很久了。而男人自己口袋里没有钱，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没有安全感。吃完了午饭，闲来无事的阿杰又进了林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缘故，燕子和胡蜂的体型好像又大了不少，干起活来也比以前更起劲了。3两下的功夫就入手了5只斑鸠、3只喜鹊、4只野鸡。可虽然猎物打了不少，阿杰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。好不容易穿越一次，难道就吃一辈子鸟肉吗？既然心里有了想法，那他也不怕了，回去把东西交给了四姐处理，又从里头挑了2只大的野鸡，拎着就朝文秀家走去。万一文秀把那天的事告诉家里人了怎么办？我这不正好送货上门了吗？还没等他退缩，就见一个漂亮女孩走了出来，不是文秀又是谁呢？小五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女孩先是失神，然后脸一下子就红透了，眼眶中也继续出了泪水，扭头就朝屋里跑去。文秀，我阿杰刚想追上去，就感觉身子一轻，被人举了起来。大光哥，我是来给张叔送东西的。你小子会这么好心来给我爹送东西？说你是不是欺负我妹了？为什么她一看见你就哭了？赵杰哪里敢提那天发生的事，只说自己是打到了野鸡，想拿过来孝敬张叔。虽然平日里他就是个混子，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人家都送礼上门了，张大光也没理由拒绝。我爹搁屋里吃饭呢，你自己进去吧。说完这些，张大光就去找自己小妹了。赵杰理了理衣服，也往屋子里走去。你小子干什么来的？张叔，我没啥事，就是来看看你的。有啥事你就直说，别磨磨唧唧跟个老娘们似的。此话刚出口，旁边的文秀妈就敲了下桌子，老张头心里瞬间慌了，光顾着装逼，忘了母老虎在旁边了，这下惨了。张叔，我这几天不是总往山上跑吗？总感觉自己还是太嫩了，想跟你学点手艺，而且我现在手里没有家伙食，总感觉不安全。听我爸妈说您是这方面的行家，就想着来找您请教一下。想跟我学打猎，就拿2只破野鸡来糊弄我啊！赶紧滚，不要打扰老子吃饭。赵杰没想到会被拒绝的这么干脆，一想原主之前干的那些荒唐事，心里也算是理解了。这老张头已经算是给面子的了，否则连门都不会让自己进来。想到这里，阿杰放下野鸡就溜出了门。来日方长，就不相信自己打动不了这老头。刚出院门，就遇上了满脸娇羞的文秀，没见着张大光的身影，赵杰才壮着胆子凑了过去。文秀妹子，上次的事情是小五哥不对，你别怪哥啊。虽然那个人是原主，但身体是自己在用不是，这个事只能自己扛下了。小五哥，你说啥呢？我听不懂。文秀这意思阿杰明白了，这事已经原谅他了，而且他也怕被家里人知道，否则以老张头那炮筒子性格，还不一枪崩了自己啊。那个文秀，你能不能帮我对你爸说说好话？我真的是想跟着他学本事的。看着赵杰尴尬的样子，文秀情不自禁的有些好笑。小五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爹就是嘴硬心软的人。其实他刚才是在点拨你呢，想拜师学艺，好歹你也得弄个像样点的猎物，证明自己的天赋啊。
真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你先去准备吧，我爹这边交给我了。赵姐原本失落的心情瞬间没了，心里下定决心，明天怎么也得盘个大物回来。秀秀啊，刚才你在院子里和那个小混蛋说啥了？我听你俩嘀嘀咕咕的。没说啥啊，小五哥，不，赵小五说他很崇拜您，知道您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人，想跟您学点真本事呢。文秀这番话极大程度的满足了老张头的虚荣心，让他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起来。那倒是，俺老张别的不说，打猎还是知道一些的。他还说啊，今天来的仓促，没有准备，改天要弄头大的牲口来当拜师礼呢。就他那细胳膊细腿的样，我还真不信他能打到大东西。那爹，你是同意了？他弄到再说吧。而赵杰这边从张家出来后，就找到了发小冯老二，这也是他在村里唯一的朋友。小五，你找我啥事？老二，你那把红缨枪还在家吗？我想借来用用。当然在啊，你借红缨枪干嘛？要打架吗？带上我啊！一想到阿杰要去打架，冯老二简直高兴坏了。不，我是去山里打猎的，没有趁手的家伙，想借你的红缨枪用用。就这事啊？虽然有些小失望，不过冯老二还是把红缨枪拿了出来，顺道还塞了把土枪给他。这年代，村里还是不少人有这东西的。这枪你先用着，我爸都好久没上过山了，等他要用的时候，我再去找你要。哦，好嘞，等我打到猎物，请你吃肉啊。他竟然手握红缨枪跳了下去，练了一晚上的土枪，阿杰总算是把这玩意儿鼓捣会了。今天是头一回进林子深处，面对未知的恐惧，他也显得格外小心。很快，燕子的视野传来一段信息：好大一坨粪！远程控制着喜鹊燕子下落，在粪堆上尝了尝咸淡，汤臭，是野猪粪没错了。燕子小心点，看样子这家伙就在附近。就在赵杰传递信息之际，只感觉是，然后就是一阵漆黑。不好，这野猪未免也太聪明了吧，居然会守粪打鸟。画面切换到燕子这边，一头斗车大小的野猪正在朝他缓缓靠近。刚刚的撞击已经让小家伙彻底晕了过去。一旁的胡蜂想要帮忙，可他的攻击对皮糙肉厚的野猪完全无效。关键时刻，赵杰抓着树藤从天而降，手中土枪对准野猪。不是他不想打头，主要是这种从天而降的枪法，他也是头一回使。几个跳跃之后就不见了踪影。胡蜂，快跟上！虎头蜂对血肉的气息非常敏感，仅仅是几个呼吸之后就冲了出去。赵杰连忙捡起地上的燕子，你没事吧？还好契约之后，小家伙被系统强化过，刚刚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了。此刻脑海中传来一阵愤怒的情绪，显然这小家伙生气了。燕子啊，你等等我啊！燕子啊！赵杰一路辗转腾挪，虽然有2只宠物协助，但他丝毫不敢松懈。这头野猪的灵智实在太高了，即便是常年进山的猎人，遇到它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。燕子有发现了！赵杰再次连接了燕子的视野，一棵大树下，满腚菊花的野猪正愤怒地颤抖着，双眼死死盯着草丛外面的那滩鲜血。等等，这场景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收回视野，阿杰把眼神朝身下看去，不知那头大野猪又是谁呢？我去，还好老子有过啊，不然就让这畜生给埋伏了。这次他没有选择用土枪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要是子弹全打进去了，肉怕是也打散了。阿杰举起红缨枪，脑袋中不断重复着飞球猎杀澳洲狮的画面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拼了！树上一跃而下，红缨枪狠狠地扎入野猪脖子处，但是野猪并没有立即死亡，而是拼命地跳跃起来。赵杰只有死死拽住红缨枪，拼命消耗野猪的力气。几分钟后，野猪终于不蹦跶了。检测到宿主击杀一头大野猪，奖励狩猎值200点，当前狩猎值338点。这家伙少说也得有300斤了，我可怎么扛回去啊？对了，燕子，快回去把四姐和爸妈叫过来。趁着等人的功夫，阿杰又把野猪给分解了，到时候也方便背回家。强忍着腥臭味道，把内脏之类的东西扔到一边。不为别的，丛林里的东西最喜欢这种味道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闻着味来了。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坐下休息会，就听到林子里传来一阵声响。他并没有在意，反倒有些开心，来得还挺快的。四姐，你们上山的时候没遇到危险吧？声音回荡了一阵，没有人回话。阿杰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拿起武器就朝树飞。人在遇见危机的时候，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，缓缓吐了口气，心里也没那么慌了。这才同步了胡蜂的视角，就在刚刚扔内脏的地方，一头野狼正在用鼻子嗅着什么。当他看到面前的食物之后，双眼都闪出了绿光，也不管刚才弄出动静的阿杰了，抱着那堆东西就一阵乱啃。还好刚才把内脏扔出去了，希望他干完饭就走吧。此时的赵杰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完全没了动手的欲望。只要这狼不动野猪肉，他是打死也不会从树上下去了。可天不遂人愿啊！就在他暗暗祈祷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喜鹊，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。赵杰心道一声不好，果不其然，随后赵桃和父母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，而且方向就在野狼的那头。野狼嗅到人群的味道，立马停下了干饭的动作，抬头对着林子就是一阵低吼。这畜生是把我们当食物了，再召唤同伴呢？赵杰再也顾不上身体的疲惫，端起土枪对准脑袋，砰的一声，野狼应声倒地。孙月琴等人吓了一跳，小五出事了。赵桃说完就要往前冲，还好罩不住，比较稳重，一把拽住2个激动的女人。都别动，我先上去看看情况，你俩找机会上树。话音刚落，就见他手中多了一把柴刀，慢慢的朝着枪声传来的地方摸去。刚刚那枪狼体瞄边，仅仅把狼头擦破了皮。这回野狼又爬了起来，对着树上的阿杰一阵呲牙。哼，会咬人的土狗而已，还敢对小爷呲牙，今儿就让你知道直立猿的恐怖。此时的赵杰也顾不上许多了。
多了。为了不让家人遇险，他手握红缨枪从树上一跃而下，对着狼头抬枪就刺。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野狼明显感受到了人类的杀气，而且枪头上隐约传来的血腥气息，让他深深感受到了恐惧。躲过夺命一枪之后，野狼转身要跑，没想到刚好碰上罩不住的柴刀，刀锋从狼背上划过，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然而这也是野狼的凶性，一呲牙就朝赵杰扑了过去。小五快躲开！阿杰来不及回撤，只能身体加速往后退。用枪把支撑身体，一记不标准的铁板桥使出，当人穿破了野狼的心窝。见野狼没了动静，罩不住这才心有余悸的走了过来。小五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？赵杰淡定的将狼尸放在地上，用脚踩住，狠狠拔出红缨枪，再次扎了下去，这才确定野狼是真的的撕口了。我没事，我妈和四姐呢？他们在后面，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。罩不住走后，阿杰终于绷不住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娘嘞，这才是真正的狩猎啊，真特凉的刺激！检测到宿主成功猎杀一只野狼，奖励宿主狩猎值70点，宿主当前狩猎值408点。我去，老子可是差点死这啊，才给70点狩猎值，童子你也太抠了吧！这时罩不住带着娘俩走了过来，孙月琴看着现场那血呼拉子的样子，差点晕倒过去。小五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快让妈看看。妈，我没事，您就放心吧。听到儿子没事，孙月琴的心这才放了下来，转头看向野猪肉和野狼，双眼一下就闪出了金色光芒。我的个乖乖，这野猪肉怕是得有300来斤吧？还有这狼也有小70斤啊！在孙月琴眼中，这已经不是一堆堆肉了，而是一张张让人欢喜的票子啊！这小子运气真是没谁了，村里猎户进山都经常走空的，他倒好，第一次进山就遇到2头大物。赵桃此时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反正嘴角一直流着口水，满脸不值钱的样子。休息了一会儿，赵杰又把野狼给处理了，还剥了张完整的皮毛下来。对此三人又是啧啧称奇。小五，你啥时候学的剥皮呀？还真像模像样的。那个嘛，有一次去文秀家，看见张叔剥皮了，他教了我2手。对于赵杰带来的惊喜，几人似乎已经渐渐习惯了，也没多问。将东西收拾好之后，就艰难的下了山。刚洗完澡，赵杰就揣着狼皮和狼肉出了门，顺手还拽了根猪腿。有了这些，就不信撬不动张叔的门槛。天呐，小五哥，你哪弄来的这么多肉？我自己今天上山打的。你不是说要拜师得带大型牲口吗？这是野猪，还有狼。我就是想让你去弄头山羊狍子什么的，哪怕是去黑市搞几斤肉来糊弄糊弄下我爹就好了。谁让你自己进山了？你没受伤吧？你不早说，这次我可真是九死一生啊，差点就命丧狼口了。我不管，你可要对我负责啊！男人重生靠养杀人蜂致富，没想到蜂巢里竟然被盐老鼠袭击了。爹，小五哥来了，还带着打来的猎物。这么快？怎么可能？老子哪次去不是要好几天时间？当老张头看到赵杰手中的东西时，差点一个没坐稳摔倒。野猪还有狼，这下就连文秀妈都有些坐不住了。自家男人就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猎人，可也很少猎到狼。野猪倒是隔一段时间就能搞到一只，不过看着猪腿，怕是这野猪也不小啊。小五，赶紧把东西放下歇会儿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没事，婶子，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你是说这野猪和野狼都是你自己打的？当然了，现在市场上可是一肉难求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有肉，我也没钱去买啊。随后，赵杰把狩猎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，把文秀妈和文秀听得一会儿担心，一会儿高兴的。至于老张头，自然能够清楚其中的风险。面对面收拾发了狂的牲口，可不是每个猎人都能做得到的。这小子是个人才啊！赵杰讲完之后，见老张头没表示，赶紧朝文秀递了个眼神。爹，你不是说小五哥只要打到大牲口就收他吗？现在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老张头这回算是被架上了，即便平日里再不喜欢声名狼藉的赵小五，现在也只能松了口。马马虎虎算你小子通过考验了，这拜师礼我收下了。正好明天我有空，你早点过来，我先教你揉皮子。赵杰一听老张头答应了，立马就撑杆往上爬，扑通一声行了个大礼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，以后我赵小五定当洗心革面，好好跟着您学本事。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，赵杰就要去张家学制皮，没想到却被老两口拦了路。小五啊，那么多的野猪肉，咱们家也吃不完。你爸想给你爷爷奶奶送过去一点，我还没同意。这野猪是你打的，还是得看你的想法。赵杰早就知道老爹会这么做，家里的粮食都能全送过去，有了肉又哪能藏得住呢？那就给爷爷奶奶送10斤吧，咱留下够吃的就行，其他的我抽空拿去换钱。孙月琴也是这么想的，她也不想给2个老的太多肉。你都听到了，儿子说的也是我想说的，不是我们不想给2个老人肉，实在是他们太偏心了。什么东西都给了老三家。罩不住自然知道自己父母什么样子，可从小到大一直被二老洗脑，长大了要孝顺父母。没想到前阵子跟家里闹矛盾，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去二老家里竟然被赶了出来。这下他也想通了。月琴，你放心，以后我都不会了，这次就切些糟头肉过去就行，肥的咱留下给老4老5吃。跟老张头学了一上午制皮后，赵杰又匆匆忙忙的借来牛车，把野猪肉拉到了隔壁村八脸家。八脸哥，我来给你送货了。这啥玩意儿，还用车给拉过来了？赵杰神秘一笑，偷偷在八脸耳边说了几句，对方顿时一惊，赶紧帮着把东西抬进了屋里。
我的天啊，小五兄弟，你哪搞来这么多肉啊？当然是我自己打的了，哥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兄弟，我这次可是九死一生啊，差点就栽着狼王身上了。赵杰的意思八脸明白，人家用命换来的东西，必须得给个畅快价。猪肉现在是卖8毛5一斤，我就按给你按这个价格收，怎么样？赵杰上次进城也顺道打听过，猪肉确实就是这个价，八脸也算实在，按照卖价收他的货，看来是想把东西拖到黑市上卖了。没有票的价格又是另说了。拿上八脸给的174块2毛5，阿杰哼着小曲坐上了牛车，得意洋洋的回了村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突然感应到胡蜂的求救声，不好，虎头蜂们有危险了。等他赶到山洞的时候，天差不多也黑了。胡蜂感应到主人到来，赶紧从洞里飞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他竟然是一只盐老鼠。赵杰眼疾手快，端起枪托狠狠一挥，死死将盐老鼠摁在了墙上。奇怪，现在才4月底，怎么就有这么多盐老鼠了呢？脑海中不停地传来胡蜂焦急的情绪，赵杰也不敢多想，赶紧弄死盐老鼠后朝洞里走去。刚进去就听到了翅膀蒲扇的声音，在微弱的月光下，满洞都是盐老鼠的影子，他们正在到处捕食着虎头蜂。混蛋，这可都是老子的钱啊！阿杰举起枪托就打，可这些盐老鼠多灵得很，他打了半天也就打到2-3只，还好胡蜂及时下达命令，让虎头蜂都躲进了蜂巢里，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赵杰冷静下来，赶忙抓起之前用来装蜜蜂的渔网，拉扯了几下之后就把蜜蜂给勒死，然后用地上的木棍做了个火把，火光亮起，一瞬间，所有的盐老鼠都朝洞口扑去。检测到宿主捕获到35只大耳蝠，奖励狩猎值70点。检测到宿主捕获到1只变异大耳蝠，单独奖励宿主狩猎值10点，当前狩猎值488点，契约变异大耳蝠需要狩猎值50点，请问宿主是否契约？哦，居然还有变异一说，难道跟某款网游一样，可以捕捉变异宝宝吗？契约。恭喜宿主契约大耳蝠成功，触发隐藏奖励，宿主耳力提升1倍，当前狩猎值438点。听到提示音的赵杰是又惊又喜，没想到这变异宝宝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系统自带的加强那是有限的，契约兽带来的奖励是无限的啊！耳力翻倍，瞬间让他听到了一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。我去，还是消停会吧。听着，你以后就叫小福了，放开你之后该去哪就去哪，以后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招呼你的。折腾了大半夜之后，总算把洞里的蝙蝠给清空了。有了主人的指令，变异蝙蝠也是娇噌一声飞向了天际。不过等阿杰回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家屋檐下多了的东西，正是刚收的宠物小福。你这家伙还真是撵都撵不走啊！算了，由着你了。半夜时分，阿杰正迷迷糊糊的在和秀儿聊天呢，突然就感受到心里一阵刺激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谁呀？闭上眼感受了一下，竟然是小福在示警。由于蝙蝠没有眼睛，只能靠超声波传递场景。与此同时，黑夜中的院子里，一道黑影划过，朝着厨房门口的鸡窝窜了过去。不好，我妈当宝贝养的那几只小野鸡啊！赵杰来不及多想，拿上红缨枪就冲了出去。至于为什么不拿土枪，大晚上的嘣一下，估计全村人都会来骂娘了。黑影见到有人过来，立马警惕起来。等阿杰走近一看，居然是只火狐狸，看着皮毛的成色，直老鼻子前了。你这畜生，肚子都吃得像貔貅那么圆了，还来打我家小鸡崽子的主意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阿杰手中红缨枪一抬，狐狸登是感受到了枪尖传来的煞气，眼前这个人类摆明了是不好惹的主。本以为这狐狸会跑，没想到他竟然两腿一弯，朝阿杰跪了下来。这诡异的一幕让阿杰后背直发凉。前世看了那么多的网络小说，难免没有那种画面感。都说狐狸通灵，这家伙该不会是修炼得道，想要找我讨封吧？要是你敢开口说话，我铁定翻身上屋。